公公讲话让老乡咋了喽？刚够了住着你真正你他们打了所谓今年的人就是学你记得吧？让到这边做人马人们都等我的接受的人都做跟老婆觉得这样老就这样的送就得这种人嘛。就做中这讲马人们是等我的那个今年中这大真的都你到早上平台所有的你做在这头。就找不到你见这道路们是人家我让懒得的，这都那些今天了我这了几道路的们把它上，我当单就让路都把路住路边那瓦就都说了，那些进步做的那你没想，说你们进步那家。巴克尔当我们成都什么都东巴的街将拉上在路。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今天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一些最简单的。也就是最基础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虽然是最简单的道理，虽然是最基础的道理，但是要做的话，不是很容易，我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些，并不是。密宗大圆满我们最需要的和最缺少的至少目前是就这些基础的一些修法一些认识等等的最基础的是最关键的。但是这些大圆满密宗虽然是很高级的法，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去修的话，也还不是时候，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修大圆满，或者是修其他的密宗，那效果就不一定很好。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大圆满和密宗不好，大圆满和密宗当然是非常好的法。非常深深的法，但是我们人的根基，要跟这个法是要相配，那我们的根基不配，这个法修法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提前修大圆满提前修密宗的修法，那效果是不是很理想？那我们需要的就是效果。并不是什么这些名声大圆满神奇次第圆满次第我们我们需要的并不是这些名声，我们需要的就这个效果。那效果是怎么样产生这个效果呢？这个整个佛法特别是藏传佛法的佛教的话。特别的讲究这个次第，这个以前我们也讲了很多次了，反反复复的讲过，但是今天我们也简单的讲一下这些基础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这做的人的层次也不齐有些人的修行比较好也就是修了很长时间了，那有些人刚刚开始，念这个佛教的一些基本的道理，都不太了解这样的也有，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基础的这些问题是最关键，最需要，像我这样的话，我现在也就是在基础上面下功夫并没有去修什么大圆满神奇之地圆满之地，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要这个基础是很关键。做任何一个事情，包括这个时间的，都是基础是最关键。同样的佛法也不例外。基础是最关键。只要基础好了以后，其他的都好说。基础不好的话，我们修什么法都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一定要下功夫，这是非常重要。那基础是什么呢？这个你们都知道，基础是什么？基础是出离心，基础是菩提心，你们每个人都会说但是做到了没有？这个很关键。佛法，什么叫做佛法？以前我们也讲过佛教的定义。但是这个佛教的定义，以前我们讲的佛教的定义呢，这是这个佛法它的这个本体的定义。但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说，怎么样衡量有没有修到这个佛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修行那我们现在修的到底是不是佛法怎么样去区分怎么样去衡量呢？很简单，就一句话修任何一个法能够断除烦恼的这叫做佛法。不能断除烦恼的，或者是断除烦恼跟断除烦恼没有什么帮助的没有什么这个效果的，就是不是佛法。我们在那个藏传佛教里面呢，有很多那个书里面以前的那些高僧大德他对这个佛法就是做了这样子的定义。能够断除烦恼的是佛法不能断除烦恼的就是不是佛法。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多人都已经学佛学的时间比较长。那我们每年放生的期间也讲了很多，已经是连续好几年了。但是我们修行的这个结果断除这个自身的烦恼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进步？现在我们就是要回头要自我检查一下，断除烦恼有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很多人也修了这个无家心修完了很多人也念了很多咒，学佛了学的时间也不断，但是真正这个控制烦恼这方面呢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没有的话呢当然我们不能说以前的修法都是白修，当然有善根至少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播下了很好的种子。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断除烦恼这方面呢就谈不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的话，那我们还是要调整修行的方法不对，还是这个我们的所修的法不适应还是自己不够努力，问题在哪里？这个要看清楚。重新调整。我们这么就这2年3年当中就刚才讲的一样，也讲了很多，你们在其他地方也听了很多法。但是真正的修行并不是很多。如果有修行的人控制烦恼方面的这个效果也不一定很好。这些问题就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在这个基础没有打好
或者是没有巩固好这个基础。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有一点基础的人，我们要巩固这个基础没有基础的，就是要重新打好这个基础。就这个意思那基础我刚才也讲了，基础是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就是出离心、菩提心，不会有别的这个基础所以我们还是从出离心开始修，还是要从出离心开始修。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课只有这个课呢，就只有一天。在这个一天当中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呢？简单的说一下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这个题目叫做我觉得这叫做生存的方法与生存的意义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题目在这个上面我们讲什么呢？为什么要讲这个生存的方法和生存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不学佛的人把生存的方法和生存的意义就当成一回事没有分开生存的意义就是生存的方法生存的方法就是它的生存的意义除了这个生存的方法以外呢对他们来说没有这个生存的意义这个生存的方法就是生存的意义，就是像很多畜生一样畜生生存的方法就是它的生存的意义生存的意义就是它能够生存下去这就是它能够活下去它能够生存下去这是它的生存的意义对于一个动物来说对于一个畜生来说它能够这样子就比如说它就是他前世的因缘，比如说他能够活到10年、20年，他顺利的活到10年、20年的话，这就是他的伟大的胜利，也就是最有意义的。对他的生命来说，他的生存来说，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那我们很多人也就是这样子。生存的意义就作为生存的方法，生存的方法也就当成这个生存的意义不学佛的人当中，很多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子那学佛的人当中，就是我们居士当中呢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学佛的人很多学佛的人很多，而且就是这2年越来越多。但是呢他们的所谓的学佛是什么呢？就是修这个人天福报也就是说很简单的人天福报，也不是特别的强调这个下意识怎么样主要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过得好一些，就是说能够健康，能够长寿，能够发财，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点目的去烧香拜佛念经等等这样子的话从外表上看在学佛但是实际上呢也就是为了生存的方法，就把佛法就是当成一种生存的方法来用，佛法当成生存的方法比如说不信佛的人去努力的工作这是他的生存方法那有些信佛的人就努力积极的去到庙里去烧香拜佛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健康长寿发财同样的这个生存的方法，这也就是一种生存的方法那我们居士当中也有很多人的学佛，所谓的学佛
他这个学佛也没有涉及到生存的意义，就是生存的方法，就是为了生存而学佛。那就是很多学佛的人当中，也就是相当一部分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要知道这个什么是生存的方法什么是生存的意义，这个要分清楚。人就可以分这个生存的方法和生存的意义那动物呀这些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除了生存，它除了生存以外它能够活下去就是生存的意义，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生存的意义。但是我们人就不一样特别是学佛的人就不一样。那所以我们要生存的方法跟生存的意义要分清楚。我想学佛的源头最基础的基础，我想从这个地方开始。生存的方法和生存的意义分清楚这个是基础的基础。这是学佛的第一个入口我想应该是这个。那生存的方法是什么呢？佛有这个有要求人生存的话需要有什么样的方式去这个生存这个生活的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佛是有要求。那佛的要求是什么样呢？这个佛对出家人和这个对在家人也就是说对所有的学佛的人就要求这个少欲知足，就是这四个字。那少欲知足这四个字出家人和在家人不一样。那在家人的话应该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四个字的意思？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弥勒日巴那样子放弃一切到山洞里面去修行？是不是这样子呢？对在家人来说很多人做不到，佛也没有这样子要求。当然如果那样子我们能够那样子做得到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因为这个做不到，所以佛就没有那样子的要求。那就简单的说一个在家的居士生存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当然也不能离开，就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当然不能离开就佛说的这四个字少欲知足。那少欲知足的意思是什么样子？这个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吃不好吃的一定要吃一定要穿很破的衣服一定要住这个很破的房子，没有这样子的要求那这个少欲知足怎么样去理解呢？对在家人来说就是我看到很多我见到的人当中呢，也有很多人这样子，有些人有3-4个别墅就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别墅，另外一个城市一个别墅但是实际上这些人都不住这些房子，很多人都是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面睡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他有那么多的房子但是不用的然后呢还很多人就是有3-4辆车但是只用1辆车，其他都不用的等等等等等那这样子就是个人的生活来说这样子就是不是少欲知足那个知足。另外从整个的角度来说，譬如说就过度的开发一些能源过度的开发森林等等等等这就是说从整个人类来说这就是不符合佛的那个要求。那佛的要求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我们个人啊，我们就不讲别的，就个人的生活啊，个人的生活啊，这个金钱当然是离不开了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生存。但是呢这个生存怎么样生存？生存怎么样都可以生存，也可以过一个比较优雅的生活，也可以过一个比较朴素的生活。这两种生活都可以生存，都可以生存。那佛就要求我们是什么样子呢？在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个人的生活就过得就简单一点，尽量的简单一点，朴素一点。但是佛也说了，如果自己的前世的福报在这一生当中呢，就是不需要太多的辛苦，也就是不需要花太多时间的话，那也不是说一定要过这个很朴素的生活，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自己要过得简单一点，过得朴素一点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做很多事情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可以很多时间就这个可以节约下来，然后可以做很多事情那这个是生存的方法生存的方法刚才说了，我们比如说居士的话能够生存就行了佛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能够生存就可以了能够生存不一定要这个生活就是不一定要太高级太优雅但是人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这些没有必要的生活，为了我们的没有必要的生活，就是给很多众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痛苦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文明病现代文明病的3个根源大家都知道，那我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肉根本没有必要的这个食品，牛奶也就是根本没有必要的食品，然后鸡蛋又是根本没有必要，这3个就是文明病的3大根源。但是呢，我们为了这3个食品就是杀了多少生命然后就是对多少的众生折磨了，被折磨了给多少众生的痛苦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实际上都是没有必要的那些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生活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以前都不知道，大家都去过这个生活给很多众生带来了很大很大的痛苦。这是一个比喻其他方面就是以此类推那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过生活是应该是怎么样过的佛的要求，按照佛的要求去做的话，这是最好的最好的生活模式佛也没有要求刚才我讲了，佛也没有要求，就佛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面都是特别的讲究不要多两边，也就是说不要极端的意思生活太穷太极端了，像米拉日巴那样子的话，像米拉日巴那样子的人才可以在这个样子的环境下可以修行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不可以但是生活太腐败了，也就是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病吃多了睡多了电视电脑看多了，通通都是就最后的后果就是生病了所以就是佛的生活，佛给我们制定的生活的模式就是就生存的方法呢，就是尽量的简单一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呢？生活刚才我们讲了，它的一般情况下模式就是这样子，但是也不是一定要过很下等的。但是最关键的一个一定要不能违背的是什么？在这个我们生存的方法就是做这个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能做十不善，
这个是原则为了任何事情都不能做，比如说杀盗淫妄等等，这个是那个是不善，这是原则就不违背这个原则的前提下，就如果生活过得好一点，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因为就是很有福报的人才可以，就是这一生当中什么都不做，但是生活过得很好这是很极少数人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生活过得越好，就付出的也就是越大。不付出的话一般是不可能的。所以佛就是说生存怎么样都可以生存但是我们要尽量的选择比较简单的生存方法这叫做生存的方法那生存的方法比如说吃东西也是生存的方法那就是这个反正这些基本的这些生活都叫做生存的方法那我刚才讲了很多人生存的方法就是作为生存的意义你们想想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根本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的生存那个时候你们怎么认为什么是生存的意义现在我们学佛了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这个佛的这个思想但是以前我们根本没有接触的时候你们很多都是就30岁27、8岁这样的时候才进入我们的那以前根本没有接触的时候你们认为生存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时候有没有生存的方法和生存的意义分开过我想没有那个时候我们怎么认为呢吃喝玩乐这些就是生存的意义要去挣钱为什么要挣钱挣钱就可以吃喝玩这就是生存的意义佛告诉我们吃喝等等这些基本的生活是生存的方式这是一个生存的方法并不是生存的意义生存的意义呢就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一个车子一个汽车它要耗油它要烧油燃烧那这个汽车它生存的意义是不是就是好这个燃烧这个燃料是不是这个是它的生存的意义呢当然不是了它生存的意义就是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运输这是它的生存的意义那它这个通过燃料等等等等这是它的生存的这是它的生存的方法因为有了这些它才可以生存它才可以做事情同样的人也就是这样我们要就吃呀穿住呀等等这些就是生存的方法因为我们人要生存的话就是要这样子生存没有吃的没有穿那样子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但是这是生存的方法那生存的意义我们人的话就是有生存的意义那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都不一样认识上面有很大的差别生存的意义和生存方法刚刚我们讲过动物没有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方法之分它没有这样子的分别很多人也没有这个你们也已经经历过了这个不是你们不知道你们想想回头看看以前没有接触佛法或者是接触佛法了虽然是接触了佛法但是我们还没有接触真正的这个佛教的内容之前
真正的佛陀的思想之前怎么想的？那个时候你们认为什么是生存的意义什么是生存的方法我们那个时候什么东西当成一个生存的方法，什么东西当成生存的意义？没有生存的意义也好，生存的方法也好，就是吃喝玩乐，没有别的了，是吧？那这样子的话，我刚才讲了很多不学佛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那学佛的人当中呢，相当一部分的人也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子呢我们就知道一些佛的这个道理我们就是跟着佛陀学习佛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都尽量的去做佛说的佛对我们的要求100%做到了我们就成佛了这是我们所有人在做的都基本上做不到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5%、10%能做多少就做多少那做的时候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就是刚才讲就是要把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方式区分，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地方开始那我们以后当成什么是生存的什么是生存的方式，什么是生存的意义呢？生存的方式我们也可以以后吃住穿等等房子车子金钱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生存的方式而已就是像一个工具一样做事情的工具把它们就当成一个做事情的工具而已那我们的生存的意义不在这个吃是不是生存的意义不是吃多了现在不是很多那个医学博士讲了吗？美国人吃肉吃多了50%的人就得心脏病了吗？那吃当成生存的意义的话这个值不值得不值得那穿是不是生存的意义呢？是不是我们是为了穿生存穿好漂亮的衣服而生存呢？当然不是那我们是不是吃好吃的东西而生存？这个也应该不是吧那我们是不是为了挣钱而生存？就是我们住一个很豪华的房子而生存今天我们所有人都会说不是这个说的对，就是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生存的意义那生存的方式不是生存的意义那是以后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世俗的东西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放弃如果这样子要求包括我也做不到我们都做不到佛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他没有说一定要放弃一定要放弃所有你今天就不吃东西过了几天就死了怎么可以没有办法其他的都是基本上都一样做不到但是我们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把价值观要改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把这些金钱等等这些生活用具全部当成一个生存的方法就是我依靠这些东西我能够维持我的生命就这些东西呢我就是临时的一种维持我的生命的工具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并不是我为他们生存并不值得我为这些东西而生存不学佛的人就没有这样子的概念没有这样根本就分不清楚生存的意义生存的方包括哲学里面也讲生存的意义是什么谁都会讲但是真正能够懂得什么是生存的意义这就是佛这就是佛陀其他人都没有这个观念都没有分清楚那无论是金钱也好是任何一个生活用品我们都当做一个把它当做一种像一种做事情的工具一样
这是我维持我生命的一种一个这样子的方法不是什么生存的意义。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汽车不是为了燃烧燃料而生存，那它是为什么生存呢？汽车它就是为了运输而生存，不是为了燃油而生存。同样的，我们不是为了吃饭而生存，也不是为了穿衣服而生存，我们也不是为了就是住一个豪华的房子而生存，都不是。但是生活的这些基本的条件，佛也没有说不能有这个佛如果要求的话，我们也做不到，因为一旦离开了，彻底的离开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但是只要能够生存的话，就佛的意思就是只要能够生存就可以了不一定，并不一定这个生活这个过得太优雅。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真正的体会到了怎么体会到了呢？很多人认为这个肉蛋这些认为营养很好的东西吃得越多越好，吃，然后就是最后就吃成什么样子呢？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这样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吃东西原来不是生存的意义，生存的意义，这个里面没有我们生存的意义。那是不是我们挣很多很多的钱存在银行里面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生存的意义？这个我们也知道，曾经有一个人很有钱的一个人告诉过我他说他做一件事情他可以挣100-200万，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在我的存折上面多了几个字而已。他这什么意思呢？他有吃有穿，他一个人他能用的就这么多了能用的就是再几百万几千万，也就是在存折上面多了几个字而已。他说他意思就是他用不上。我觉得他说的很不错，就是这样子。如果他这些东西拿来做什么善事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话，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光是积累很多很多，累积很多很多的这个金钱，光是这一点作为生命的意义的话，那这个是不是意义呢？这个是不是能够是不是值得我们的生存意义呢？不是这些都是一个生存的方法这样子。那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意义虽然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最终的真正的佛才知道这个生存的意义是什么那生存的意义是什么样子呢？到底是什么呢？生存的意义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将来做一些准备比如说现在生病了有医疗保险然后老了就有养老保险死了有没有保险呢？死了没有保险死了没有保险现在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那些保险公司有很多很多保险他们也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是真正的大难临头死的时候呢就没有保险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确定这个后世不存在？如果真的不存在人死了就一切都结束了，这样子的话那就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可以了，就不需要这个死亡以后考虑。但是这个不是任何一个哲学家任何一个科学家到今天为止，人类有史以来到今天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能够推翻这个轮回学说，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证明这个后世不存在。相反的，后世存在轮回存在的铁一般的证据就是特别特别的多
这也不是什么这个猜测也不是什么这个学术上的东西，而且是在活生生的，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东西，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回避现实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现实，就是一定存在这后世的话，那我们怎么办？需不需要为它考虑呢？为这件事需不需要做事？比如说现实这一生当中，我们就生病了，那个老的时候的生活等等等等，我们都考虑了，买了很多很多保险那死的时候呢，我们需不需要呢？就更需要这是更需要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分这个区分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方法了。生存的方法生存的意义，那我们就往这个解脱方面去思考。刚才我们讲了吃喝玩乐金钱房子车子等等等等，反正就是现代人最羡慕的最向往的所有的东西，一个一个点出来这些上面有没有生存的意义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知道这些都是一个生存的方式而已，真的没有这些上面没有生存的意义没有生存的这个意义了。那生存的意义有没有呢？有，肯定是有在哪里呢？那我们就是要往这个解脱方面去找这个生存的意义。那生存的意义往解脱方面去想怎么样去想呢？还是我们要从轮回的过患无常等等等等这些修法，就通过这些修法来培养出离心。就唯一的生存的意义就是我们这一次能够走上解脱道，这是我们的生命的意义，生存的意义最终的意义就是这个。这个为什么是生命的意义，生存的意义呢？因为走上解脱道，真正的能够走上解脱道的话，那就是彻底的解决了我们的生老病死都解决了。如果是大乘佛法的话，不但是解决了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而且就所有人的生老病死也就可以逐渐的可以解决。所以我们要往远的地方看，往远的地方看，不能光是看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当成就很有意义的，然后不再远的地方看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彻底的失败很多人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失败了，很多人都走了走了以后怎么走的呢？没有一个人是高高兴兴走的很多人走的时候是充满了这个悲伤充满嗔恨仇恨这样子的情况下走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生前还没有掌握这个生存的，还没有还没有这个区分生存的意义和这个方式，所以最后就是导致了这些问题，最后就彻底的失败。那我们现在也就是如果这些做不到的话，我们以后也会将来也会这样子虽然我们知道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不去做不去修的话最后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会失败的。这个失败不是像这个我们在世俗间一个小小的利益上面争权夺利，在那样子的情况那样子的问题上面失败，是小失败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最终我们走的时候，一生都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失败的话，那这就是最大的失败再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呢？弥补的机会很难说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最关键的就是要
就要把这两个区分啊。理论上我们基本上都知道，但是我们的在行动上，我们还是把这两个混合在一起。在我们的行动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生存，我们还是在生存的意义当成生存的方式，生存的方式就当成我们的生存的意义了。在实际上就实际行动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这个理论上动了没有用，理论上动了没有用。所以我想过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要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写一个纸条。前几年我们3年前就要求大家将自己的这个功课那个时候就是功课，不是什么体会。但是现在不是我想3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看看你们这3年当中的修行的体会，修行的实实在在的这个进步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3年当中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就6年、9年、12年这样子下去的话就很难了。3年我们有一个佛教里面有一个逻辑，譬如说1秒钟非常非常快速、非常非常高速度的东西无论是什么样的也好，它1秒钟当中也一定要走1秒钟不说了我们比如说1秒钟的1/1000，那么短短的时间当中它也得一定要走一点如果它在这个当中呢一点也不动不走的话，那就2/1、3/3、4这样子1/1它也不走了那我想3年当中你们没有任何进步的话，6年也不会有了，9年也不会有了，12年也不会，15年也不会有，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你比如说我们这2-3年当中讲了很多法，你们知道我讲的什么你们很多人都要求讲密法，我没有讲为什么不讲？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五部大论非常复杂的逻辑我会讲，没有讲为什么不讲？这个你们的思想会混乱，最终还是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出路在真正的这个体会不到什么佛法的滋味所以我们把那些复杂的那些东西都抛开了讲的都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修法但是你们修了没有修了没有？但修了以后呢有没有什么体会？这个我想过一段时间还是要得检查一下但是我想这个因为我们这边的人多每个人的情况肯定是不一样有些人会有进步，有些人没有进步这个肯定不是一样的，但是我要看绝大多数是什么样子绝大多数的人都比较有这个进步，有一些体会的话那就还可以绝大多数的人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是理论上懂了一些道理了懂了一些道理，但是所懂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去用，没有去实行在实际行动上没有落实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这样子的话第一个我知道第一个是我也要了解一下我们那么长时间这个讲法的效果另外一个呢对你们自己来说也是一种鼓励那么长时间了现在什么都没有的话大家都会惭愧应该惭愧所以就是我们讲那么多是什么呢就是学修行修行是什么呢？是不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我们为了健康？是不是工作顺利？是不是发财修行？不是就为了解脱。解脱怎么样会解脱呢？解脱就是减少烦恼了以后才可以，断除烦恼了以后可以才解脱
啊。那我们3年5年当中，短处是不太现实，但是减少了没有烦恼？虽然没有明显的减少，但是往减少的方向走了没有？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就说实实在在的，我们就做实实点点滴滴的去做，我们就不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谈佛的境界是什么样子，菩萨的境界是什么样子，显光庄严论是什么样子，中观是什么样子，他谁比如说月称菩萨说什么，龙树菩萨说什么，另外一个人有持反对的态度，另外一个人去怎么样驳倒他，等等等等，这些都太多了，一生都说不完的事情。但是我们去追究这些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没有用了，没有用。因为以前我有一次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体会非常惭愧。怎么样惭愧呢？我们学显光庄严论学显光庄严论的第一个就是讲菩提心的，讲菩提心讲得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每一个字上面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我们都要去掌握然后呢有这个比如说有一个观点有持这个支持的态度的，有反对的态度的，那反对的这个人用什么样的逻辑、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校准去驳倒他，然后去驳他的时候，这个人又怎么样反驳，等等等等，说了很久很久，很长时间，几十年过去了，最后看来，我看有没有菩提心？没有了，还没有菩提心。这样子就是很惭愧，这应该惭愧，这的应该是惭愧的为什么菩提心说的那么复杂，讲了那么长，在这个上面花了那么长时间有些人就不是这样的，他不说了菩提心谁说是在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有些观点若干的观点上面谁支持谁反对我不管，就去修菩提心，人家修成了，我们还没有修成，我们天天说菩提心怎么样什么样然后菩提心有什么样的分别分开以后有多少，归纳了以后有多少然后等等等等等，实数菩提心是什么样子，圣意菩提心什么样，等等等等，天天去说这个，最后就没有菩提心。那我想我们居士的话就更不能这样子了。为什么居士不能这样？居士本身就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只有一点点的时间来学法。那这么一短短的时间当中，我们又去就听这个听那个，一个都不修的话我不是说听不好，听当然好，但是听了之后要去学。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一个人吃东西吃完了全部吐出来了，有没有意思？没有了吃了以后你吃的再多也好，你能够消化都无所谓了，就可以吃再多都无所谓但是都不能消化，吃全都不消化，吐出来这样子的话有没有意思？这样子没有意思，我们都知道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这几年当中没有讲太多的逻辑，就是讲比如说我们讲法讲完了以后呢，就是整理出来以后就是慧灯1、2、3那些里面讲的什么，没有讲什么逻辑，没有讲什么理论上面没有讲这是目前就是作为一个居士的话，也有一些地方是有怀疑的，必须要说清楚的一些少数的问题，就是给了一些解释以外都是真正的修法没有什么但是修了没有？你们修了没有这是很。那你们反过来问我你修了没有的话，那我这个上面就是很惭愧了，我也没有修。但是我们从现在起，我们大家都不能这样子了要修，所有人都要去修，我也要修，你们也得要修，一起修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今天也要讲最简单的，你们也许知道这个是有什么的，这个我早就知道，你讲不讲都也，你们也许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我才不认为
我才不认为。怎么不认为呢？也许我们在理论上早就知道这个生存的什么是生存的方法，什么是生存的意义知道，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就跟以前一样，还是跟没有学佛的人一样，还是把金钱当作我们的生命的意义金钱就当作我们生存的意义那样子的话，还是懂的人不懂的人都不是一样的吗？还是跟不懂的人就一样了。所以我们学佛的第一个就是要从这里开始先把这两个区分区分好了以后呢，以后什么样的结果，从此以后我们真正把这两个能够分开的话，我们对金钱就是看得比较淡一点，也不是说从那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放弃了，所有都可以放弃，当然不是这样子，但是在金钱等等这方面，我们会就看得淡一点，没有以前那么的执着看得淡什么意思看得淡什么意思？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做生意不做事业了不是我也就见到过很多很多的那些企业家生意做得比较大一点的人，很多据他们自己说就从他们那里了解他们的这些事业有些人的事业做的的确也是非常大的，他们的事业不是为他们自己了如果是真正为一个人的话，根本不需要做那么大那很多人就是把做起来了以后呢还是就为了扶贫为了等等等等就为了一些佛法方面的就一些事情，他们去支持这些，所以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也不是说这个金钱看得淡了以后呢，所有都要放弃但是从内心上面是要不能那么执着不能那么执着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没有做那么大的事业，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很多居士我们经常听到很多居士都说能跟我加持把我生意做起来，就生意做得更好一点，然后我挣更多的钱以后，我把钱拿去供养三宝这个发心好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需要有钱来供养三宝佛真正的佛或者是真正的菩萨，他们不希望我们有更多的钱那他们希望我们怎么样呢？他们希望我们有出离心这个出离心，他们非常希望我们有菩提心他们不希望我们有很多钱那是不是他们不希望我们有钱吗？也不是，他有钱无钱这个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对这些佛菩萨来说，我们有钱没有钱对无所谓，他们希望我们有出离心他们希望我们有菩提心他们不是希望我们有钱所以我们就普通的人就是像我们普通的人，那就我们只要自己能够生存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困难，然后我们自己去修行我们去把握自己的这个生死问题掌握自己的这个生死问题，这是我们目前的义务，我们的任务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把这两个生存的意义生存的这个分开了以后呢我还要重新说，简单的说，所有的这个金钱里面都基本上都很多很多都包括了有些除了有些问题以外都很多都包括了，我们的吃呀住呀等等等等生活方面的身外之物都可以金钱两个字可以代表那这方面我们就看得淡一点，然后看淡了以后呢刚才说了，也不是说从此以后就不做事情了做事情
做事情，比如说佛法里面那个集学论里面也讲了，吉田菩萨讲，吉田菩萨讲的不是他的意思，就是有佛的这个证据校正啊。佛说什么呢？菩萨作为菩萨到近处，就是没有人的地方去就自己一个人休息把烦恼控制下来了。那菩萨就是就贪于这个减少烦恼的幸福，也就是说贪于这个禅定的滋味，不度化众生，这样子的话，这是菩萨的一个堕落，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有菩提心的话，事情还是照样的去做，事情照样的去做，但是我们做事情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做事情的目的不一样。这是那个以后如果把这两个如果分得比较好的话，那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分清楚了以后，金钱看得比较淡以后我们还去做什么呢？就是要去追求解脱，追求解脱才是真正的我们的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生存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需求解脱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我们真正的解脱了真正的解脱的话，那从此以后呢，我们再也没有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然后不但我们自己没有生老病死痛苦，而且也可以逐渐的度化很多众生，我们也可以让很多众生没有生老病死这是我们的生存的这个意义。那我们的这个生命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这次获得了人生很难得的人生，暇满的人生有这样的人生的时候，这个是可以做的，能够做得到，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只要自己能够修行的话，绝对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说一定能够做得到呢？只要我们放下一个就可以做得到放下一个是什么呢？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就在一个比喻上面讲什么比喻呢？有一个昆虫叫做飞蛾飞蛾投火，这个你们肯定每个人都知道飞蛾它为什么投火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投火飞蛾就是像蝴蝶一样的一个昆虫，大家知道，肯定用不着我解释那它我们挡都挡不了，它一定要投到火里面去它一定要投到火里面去。他是不是要自杀？他是不是要故意自杀呢？他不是他就是很喜欢这个火喜欢火，所以他一定要投到火里面。那投到火里面，他肯定会死的，烧死的这个是肯定的。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从现代的生物学或者是医学角度来说，也许有一些什么物质方面的解释，因为现在所有事情都是用物理来解释嘛，也许有一点但是关键问题不是这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关键问题是主要是以前他上意识非常执着自己的相貌非常执着自己相貌，非常喜欢漂亮的那种人，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五蕴当中的色蕴五蕴当中的色蕴特别这个执着色蕴的这种人无论是男的女的谁也好，下意识就是会作为这样子的这个动物它的缘，这个所有事情都有因缘这个因缘有缘的因缘和近因缘，这叫做缘因和近因
原因是很早以前的一种因造成的因，今因就是当下的因。那现在我们从这个物理方面的所有的解释都是今因他根本不懂原因是什么根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那原因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飞蛾这个昆虫，它也许它身上有一些对火非常的敏感，非常喜欢这个火的原因在它的身体上也许有一些基因的因素，但是它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对，主要的因素就是对这个摄法摄运的执着就是原因就是这样。那我在这个上面我们要看它这个飞蛾为什么非投火不可我们当都不能当，一定要投火这个为什么？你们认为这个是什么呢？是不是上帝的安排？肯定不是了肯定不是上帝的安排。那是不是无因无缘？肯定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无因无缘的话，那其他的蝴蝶呀那些，他们为什么对火没有那么敏感？他们为什么不喜欢不喜欢火呢？那他们身上为什么没有这样子的因素？所以也不是无因无缘它是有因有缘。那他投火身亡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贪心就是贪心。因为他心里面就是有这个贪心，所以他一定要投火，非投火不可他也许知道投火了以后他被烧死，他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他一定要投火。他一定要投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喜欢这个火喜欢就是一种贪心那我们现在我们投生的时候我们是凡夫人凡夫人谁都没有这个选择我们一定要去投，一定要投到哪里一定要投到，一定要去做人一定要去做什么的，没有这样子的选择。但是我们死了以后呢，一定要投生非投生不可那个挡都挡不了，佛挡住我们都挡不了的，因为众生的业力佛哪里挡得了了？如果佛能够挡那今天我们肯定不会存在，佛已经把全部都已经度完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投生呢？为什么这样子反反复复投生呢？这个不是我们的本源，我们不是这样子。但是什么原因？比如说如果是自愿的话，那肯定是没有一个众生去投畜生，更没有投这个恶鬼和地狱都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投地狱里面一定要投生为什么一定要投生呢？因为我们对轮回有贪心对轮回有贪心，所以我们要投生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那我们从今天起走上解脱道怎么样走我们从走上解脱道怎么样走这个问题就对佛法不太了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为什么解脱在哪里这个比如说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在地图上面查任何一个路线，任何一个怎么样走这个路程，我们都可以了解但是解脱的路线在哪里，怎么走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我们通过佛的教诲的话，那就不是很难很简单怎么样简单呢？比如说打一个比方一条路一条街上面所有的人就是往前走那一个人就是在这个当中呢一下子回头了，那回头了以后呢，他往哪里？他就是要往回走那这样子的。现在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在这个轮回的道路上
全部都是往前走往前走到哪里呢？前面是有地狱，有畜生，有等等等等等等，有无穷无尽的这些这个地狱，还有这个畜生等等的，然后回头了回头了以后就是往回走往回走要走到哪里呢？走到哪里就是要走到，就是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现在很多人也讲，现在不是很多人说要回归自然吗？现在我们所谓的回归自然不是什么自然，真正的回归自然就是在这个人群当中立即回头立即回头了立即回头往哪里走呢？就是要往后走了这叫做解脱，走解脱道。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样往回走怎么样往回走呢？这个很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个对轮回的这个贪欲心放弃了，我们就往回走放弃了这个怎么样放弃呢？这个要全部放弃，要全部断除，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第一个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目前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以前讲过，就出离心。出离心就很简单从今天起，我们把金钱不当我们的生命生存的意义金钱不当生存的意义，就是中国传统的那些概念一样这个就延续自己的这个有儿女，然后有家庭等等等等，这延续这个家族这个我们也不当这个生命的意义，金钱也不当生命的意义，这些所有都当成我们的一种生存的方式。然后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从今天起，我们把生存的意义就是作为走解脱道，走解脱道，这样子以后我们就开始往回走解脱道解脱道当然有很多的路，当然有很多的修法，但是第一个就是就是一个在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念头转变，就是一个念头的转变以前我们把这个生存的这些方式，生存的这些条件作为了生命的生存的意义。从现在起我们不是说从今天就彻彻底底的离开这些，这个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就当成一个生存的方法生存的方法，我们的生存的目标不是这个生存的目标我们从今天就去走向解脱道走解脱道从今天起我以后的所有的事情的终点终点就是放在这个解脱道上面。我从现在起追求这个解脱然后在这个解脱希求解脱在这个解脱道上面呢，能走多少就走多少这是一个念头的转变很简单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一个价值观的转变很简单以前我们认为这个金钱这些是很有价值，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只能当做一个生存的条件并不能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并不能作为这个生存的意义。那生存的意义呢，我们从现在起求解脱要走这个解脱道我一定要修解脱道工作上班或者是做事业，这些因为这是我和其他人的生存的方法，所以只要我生存离不开这些，还是要做的但是呢，刚才讲了，这些都不是我生存的目标，都不是我生存的意义。我生存的意义是解脱从今天起我就走上这个解脱的道。那解脱的道是怎么样走呢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轮回是非常痛苦的，对一个凡夫人来说，这个生命轮回非常痛苦有些人说
啊，生命轮回怎么轮回他们也不一定承认啊。生命啊，比如说有些没有经过没有经历太多的这些痛苦啊，或者是有一些临时性的暂时性的所谓的这个幸福生活的一些人说我已经很好了，就不需要什么解脱道了啊，我这个生活就是已经是就是在人世间当中已经是顶峰的生活，什么极乐世界呀，什么这个解脱呀，根本就不需要。有些人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他们看错了，对这个轮回，他们的这个认识不够深。轮回不是这样子的，他也许有临时性的这样子的想法，或者有这样子的生活，但是他这个不是永恒的。那这些方法，这些具体的我们就不讲了。为什么呢？这些都在这个人生难得，死亡无常，尤其是这个轮回的过患这个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了，不讲了。因为我们通过修这个轮回过患，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这样子一直往下走的话，那这个前面是非常可怕的就不走了，我就往回走了往回走是什么意思？往回走刚才说我从今天起，我要确定我生存的意义就是解脱，走解脱道我要确定我生存的意义，我生命的目标就是作为走这个解脱道。从今天起我不能说我不去挣钱或者是不工作，这个做不到。但是呢，刚才我说了这就是一个生存的方法，佛也没有说释迦牟尼佛在外表上也天天托钵，天天都要吃饭的当然这个佛吃不出的肯定是无所谓的，但是从众生的眼里面呢，佛也是实现了这样，那个凡夫人更做不到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这个。刚才我就是一个汽车的这个比喻，汽车除了燃料以外还有什么？还有运输，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除了生活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就是有解脱，走向解脱道。那从现在起我就求解脱我为了获得这个解脱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以后呢，在这个发心上面我们哪怕是念一个咒子就已经开始走上了，已经开始，刚才已经往回了，回头了。回头我们走一步也是解脱路，2步也是解脱路走的越多，离解脱是越近的。那我们以前的那种方式不回头一直往前走的话，越走离解脱越远越走越远，越走越远。那我们现在转变了，回头以后呢，走一步是离解脱近一步。这是说简单的话就这么简单，但是做起来的话也不是很简单。那出离心比菩提心的话还是容易一些所以我们前易后难我们先能做到的先做。释迦牟尼佛的方法也就是这样子，不能把最难的东西先推给你想去你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样子的话所有人都会失望了，做不到那我们能做到的先做，做完了以后呢，就逐渐的在这个基础上面做其他的。比如说出离心做好了，菩提心有了空心也就是显宗的中观的空心有了以后呢，密宗的大圆满的就层次就慢慢就提升这样子是最踏实的路那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些了。今天我讲的是一个就针对一个刚刚学佛的人，针对一个刚刚入门的人来讲的我认为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人已经听了很长时间了，也学了很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对很多人来说还是需要这两个要分清楚的。因为我们理论上懂但是我刚才说了，我在反复的讲理论上我们懂会分这个生存的意义和
什么生存的这个目标方式，但是我们实际上还是生存的方式，我们也在把生存的方法就当成生存的意义了。那我们实际行动上是这样子的话，那动不动都无所谓，动了也没有什么好嘛，没有什么用处了嘛。所以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调整是不是需要重新调整一下自己？这个需不需要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看需要的话，再不能拖了再不能拖的意思是什么呢？已经是那么长时间还没有出离心菩提心的话就一年2年当中没有，这个我也不责怪你们因为这个菩提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连这个出离心都那么长时间当中还是一个这个字面上的概念今天如果像你们这次这个如菩萨行论还有那个光论的那个就考试一样让你们讲的话，你们肯定是没有问题了。什么是出离心你们就一下子就写完了当场就可以考了。什么是菩提心？没有问题了。2个原则不是2个条件，菩提心，一个是这个慈悲心，另外一个就是为度众生发誓成佛，完了就这考试你们肯定是及格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有什么了不起了实际上你们在实际行动上面你们及不及格？我不及格，你们及不及格不及格的话，那我们还是不是需要实实在在的点点滴滴的做一点这个我今天讲又回到第一开头去讲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前几年我们讲了出离心，然后又讲了菩提心，去年讲了很多空性，今年又回到最基础的地方讲，你们是不是有点想不通我认为这样这是需要的。为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你们是不是把最基本的这个概念是不是在实际行动上面还是弄混了这个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理论上不懂，肯定是懂今天就是我让任何一个人上来讲这个，他肯定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我就点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上来讲什么是生存的意义，什么生存方法，你们都没问题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及不及格？实际上我们在实际行动的时候有没有把这2个分清楚了？没有了我的意思就是说，空心我们不重要大圆满更不重要了所以那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重要的是生存的方法和生存的意义，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上去分开一下，我觉得这个最关键其他的还很远，离我们很远。所以你们也不要要求今年讲这个，明年讲这个，不能这样子我们大圆满里面也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天天去追求诀窍的人绝对不能给他说为什么这个他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一定的道理这个什么时候讲，什么时候不可以讲这应该我们应该懂得什么时候适合，什么时候不是适合当然这个最能够掌握佛才能够掌握但是其他人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凡夫人当然没有佛那么的精通，但是我们可以推测我们可以用这个逻辑去推什么是适合什么是不适合基本上可以掌握。所以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些。我讲的是什么呢？你们也知道，就是一些修行上的问题真正要做的问题不是理论上的，不是很多理论上是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
科学、哲学这些方面大家都也基本上懂一点啊。然后从外表上呢，就是我们佛法跟他们的观点有一些从外表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那这些我们也需要一些适当的解释，这些我们以前做了，这些跟修法是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系。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讲的都是修行，都是修行啊。所以我今天又回到最开头，就是像一个学校的话，就是幼儿园里面小孩子学的东西一样啊。从这个地方去开始是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你们的修行是不是没有跟上啊？没有跟上的话，我们讲很多都没有用了，是不是？我们还是要自己还是要调整一下，是不是？还是从这个地方入啊？就这个意思啊。这个需不需要你们看？明天以后呢？不是明天是没有课，但是下一个课当然不是这个课了。我刚才讲，就今天就是讲这个。这个我就是提醒一下你们是不是还是要？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不是还是要从这个生命生存的方法和生存的意义区分的这个地方去开始？需不需要这样子？这个意思。这个学习理论上不是说理论上你们到这个地方去学，这个不需要。实际上修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啊？这个你们自己要去观察，你们回去思维一下啊。我就不给你们做其他的作业那个其他的作业呢，你们已经有很多，每个人都有很多作业，就再不能多了。但是我安排一个作业是什么呢？不是文字上的作业，你们会去观察，自我观察自我检查一下这2年的修行的进步是什么过一段时间以后我要考试考试是什么呢？考试不是说菩提心里面如菩萨行里面讲什么菩提心分的话可以分这个世俗菩提心、胜义菩提心，然后还有愿菩提心、行菩提心。愿菩提心、行菩提心的那个差别是什么？我不是问这些了我是要问你们有没有菩提心有没有出离心？这个出离心上面你们有没有什么这个进步收获然后没有的话，这3年当中一点也没有的话，那是不是我们6年9年也没有了我就是要问这些所以你们这个回去以后就要这个认真的就这个思考一下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讲了那么多，也修了那么多，也学了那么长时间但是从内心深处有没有获得什么佛法的利益什么是佛法的利益？什么是修行的利益？你们去认真的观察一下，然后以后我们适当的时候要考试今天就讲到这里。做那么的一堂车是把门同的你被认真看学者这个这边做连着做日修